尖蕊是马来西亚和印尼爪哇的传统冰冻甜点，流行于马来西亚、新加坡和泰国。大热天吃上这么一碗，真是透心凉呀！是的，大家好，我是嘟嘟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。今天这尖蕊食谱很不错，喜欢的朋友就不要错过了。开始了。首先备好视频中这3种粉料：玉米淀粉、澄面粉、粘米粉各40克。台湾的朋友，这粘米粉可以用在来米粉替代。喜欢尖蕊口感上带一点弹性的朋友，可以多加个10至15克的木薯粉。将6片斑斓叶剪细，加入600毫升清水搅拌。锅里去渣，萃取出新鲜斑斓汁600毫升，接着再与预先备好的粉料拌匀。都是淀粉类，很容易就拌匀。拌匀后不会有结干粉粒的问题。将粉浆直接过滤到小煮锅内，将炉火打开，记得要不停地搅拌，避免粉浆底部烧焦。煮至粉浆开始结团时，这时候要将炉调至最低火，这时候可以加快点速度搅拌，拌得多，拌得匀，完成后的尖蕊粉条就会更细致，此部分要稍加注意。粉浆必须拌煮至这状态，粘稠且呈现一点透明状。好了，这状态就可以离火了。先搁置一旁，让它稍微降温。在料理盆中准备一些冰水，备好几花袋，再将稍微降温后的粉浆倒入。这时候的粉浆偏软，还带粘性，这属正常现象，不要担心。花袋剪个小孔，再将粉浆一条条挤入冰水内。粉浆浸泡在冰水内，过一会后就会定型。舅舅这尖蕊粉条食谱与街边或冷饮店售卖的，无论是外形或口感上都很接近了，只是因为自己动手做，可以自行调整到令自己更满意一些。将完成后的尖蕊粉条放入冰箱冷藏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个糖浆，200毫升清水，椰糖100克敲碎后加入，50克白糖，最后再加入1片斑斓叶。炉开中火，将糖浆煮开。喜欢糖浆比较浓稠的朋友，这糖浆可以煮久一些，让它更浓缩一些。舅舅不喜欢太甜，所以没有将糖煮得太浓缩。将煮好的糖浆过筛，降温后备用。接下来再准备个椰浆，200毫升清水，100毫升浓椰奶。舅舅这里用的是包装椰奶，用新鲜现挤也可以。1/4小匙盐。煮开后马上熄火，尤其是用新鲜椰奶的朋友更要注意，煮久了会出油。过筛降温后备用。用搅拌器搅1碗冰沙，加一点海底椰、阿达子也可以。罐头大红豆，沥干一些尖蕊粉条加入，这量完全可随个人喜欢。喜欢可以多加。是的。淋上适量椰奶，再来是适量的椰糖浆。来吧，嘟嘟，请慢用。谢谢舅舅。感觉怎样？还行吗？又香又甜，也太好吃了啦！天气这么热，您不来一碗吗？那是必须的，而且要大一碗才够。大热天来一碗尖蕊，真的很解暑。如果您刚好看见这视频，照着舅舅的食谱做做看吧。
舅舅建议您改用新鲜椰奶，感觉会比较香。至于这尖蕊粉条，很接近市场上售卖的，舅舅个人特别满意，用过了也很开心。如果您是刚刚接触到舅舅视频的朋友，也敬请您高抬贵手，帮忙分享、订阅，再按下小铃铛。订阅是免费的，订阅了才不会错过舅舅好吃料理。是的，谢谢大家。剩余的尖蕊粉条用冷开水浸泡，放入冰箱冷藏，可以保质5天。我们下一支视频再见。大家再见。大家好，嘟嘟又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，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。舅舅今天要做个娘惹甜品磨磨叉叉，不啵叉叉。这个好。那我们就开始了。锅内水煮开，取出100克木薯粉，勺入约70毫升的沸水，将粉烫熟。将粉拌一拌，待稍稍降温后再继续。取出西米80克，倒入沸腾的热水中，炉调低火煮个5分钟。西米不需清洗，避免散开。下锅时快速拌一拌，避免西米结团。在稍微降温的木薯粉团内，加入2大匙约30毫升斑斓汁。这有人做红色的。对，红色、绿色、紫色都可以，纯粹个人喜欢。此时粉团呈非常粘手状态，可取出，移至案板上，再撒上一些干粉，将面团搓揉至不沾手即可。这干粉用的是什么粉呢？一样是木薯粉。你瞧，只要水量控好，稍微揉一揉就不沾手了。我们回来看看西米煮到怎么样。白白的，还没糊是吗？是的，西米不容易熟透，不过没关系，此时可以离火，将西米搁置一旁，焖一会就透了。将揉匀的面团一分为2，板上记得撒上干粉防粘，再将面团搓成粗条状，这也可以擀成片状，再切成菱角形。但是舅舅比较推荐这个做法，它很方便切割，感觉比较轻松。一样是菱形哦。而且比较厚身，一会煮熟后也比较有嚼劲。将切成小块的粉团裹上一层干粉，避免粘黏。这时候的西米也已经熟透了，对，都透明了。将西米沥出，过冷河。可以过个1-2遍，然后浸泡水内待用。锅里水煮开，将木薯粉块放入。盖上锅盖，待水再次沸腾，木薯粉块浮起水面即是熟成。多煮个1-2分钟后捞起，浸泡冷水中待用。很漂亮，为什么要泡冷水呢？这样才不会粘黏一团，而且口感也会更 Q 弹。原来如此。芋头400克，切成边长约2公分的方块状，千万不要切得太小，不但煮了容易散开，而且口感也不好。橙色与紫色番薯共600克，谁多或少一点都没有关系，只要芋头加上番薯，3样重量介于1公斤左右都可以。水煮开，将芋头与番薯隔水蒸10分钟。10分钟后，用根筷子测试芋头与番薯软硬度，只要芋头与番薯有蒸软就好。离火至旁备用。
锅内倒入1500毫升清水，4至5片斑斓叶，打结后加入椰糖130克，先切细再加入，方便煮化。这椰糖的量可按照自己的口味调整，多或少一点都没有关系。水煮开，再加入130克白砂糖，这糖量也请大家按着自己喜欢的甜度自行调整。1/4小匙的盐，中和甜度。200毫升淡奶，让甜汤更顺滑一些。因为时下人人都比较关注健康，舅舅就用200毫升淡奶取代部分椰奶。对，是胆固醇的问题啦。哎呦，这你也懂。接着将蒸过的芋头与番薯加入，稍微拌一拌，盖上锅盖，再次煮开。甜汤煮开后，将浸泡冷水的粉块与西米沥干水分，再加入，轻轻拌一拌就好，千万不要过度搅拌。200毫升椰奶1包，新鲜椰奶或其他牌子都行。因为加了椰糖与淡奶，所以椰奶方面只需200毫升就足够香味了。太好了，这回不用担心过量了。一切还要适可而止，盖好，再次煮开。哇，真香呀！这也太香了啦！这时候您还可以测试下芋头与番薯的熟度，一直拿捏至自己满意为止。试一试甜味，喜欢甜的朋友，这时候还可以多加一点糖。一切满意后熄火，盖上锅盖，锅盖留缝隙，待甜汤稍微降温，所有食材融合后，就能开始享用了。这时候的芋头与番薯充分吸收汤的香气，颗粒大又能保持完整，真的教人垂涎欲滴。嘟嘟，请自便哦。放心，舅舅，我不会客气。香气很足，芋头与番薯又香又绵密，这木薯粉块很弹牙，配上绵密的芋头与番薯，形成口感上的小冲击，感觉很好。因为椰奶不多，这汤香而不腻，也不油。是的，如果大家喜欢舅舅今天的分享，记得将视频下载、分享或保留起来，这食谱值得收藏。我们很快再见了。